这期节目是一期干货，我其实不太喜欢做攻略类的视频，因为这不是我擅长的，而且要再整理一遍走过的繁琐的路，我觉得太累了。但是呢，带宠物跨国搬家它不一样，何况我是带4只动物，其中还有3只是高龄，2只13岁的猫，还有1只17岁的狗，当时是17岁，现在已经18岁了。我觉得我的经历还是非常有分享的价值。最主要是我觉得只要能帮助毛孩子的事儿，我就愿意做。所以呢，今天这期视频，我想把我带他们从北京到清迈的流程和经过分享一下，给需要的人一个参考。当然也不一定是从中国到泰国，只要是带宠物跨国搬家，希望你都能从我的视频里获得一点帮助和力量。我在前期做准备工作的时候，也参考了很多网友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用当然，我今天除了经验的分享，还有一些可以避免的问题呀，和我为什么没有找中介，我在后面都会讲到。说到我家这4只动物呢，其实都是我收养的动物，就是大街上捡的。其中1只年龄最小的柴犬，还是我出发前几个月刚捡的。如果当时我知道几个月后我就要换一个国家生活，我要跨国搬家，我肯定不会捡它。我肯定会觉得这个太麻烦了，我肯定会找领养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缘分是很奇妙的事情，人生它最不会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而且动物在我们家的角色就是家人，我搬家他们也要跟着我走，就是如果他们走不了，我肯定是不会搬家的。所以一旦到了我家里的这些动物，我养了它们，我就一定会做我到哪儿就带它们到哪儿这件事儿。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呢，我提前3个月就开始准备了，平均每只花费了3500元人民币左右。如果你也在考虑自己 DIY 带宠物来泰国，这期视频你一定需要。大家可能在不了解的时候，或者是没有任何经验的时候，觉得一听到带着宠物要跨国搬家是一件非常非常复杂跟麻烦的事儿。其实，只要你的宠物是在3个月龄以上，不是短鼻犬和短鼻猫，比如法斗啊这种，具体的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我没有那么了解。然后它没有上限的要求，就是没有年龄上限的要求，就你多大都可以。就如果符合这几个条件，就完全可以带他们跨国搬家，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麻烦。其实，完全是可以做到的。今天呢，我会根据国内准备、航空运输、入境泰国以及全部花费这4个方面来具体讲讲我的操作流程和具体遇到的问题。国内准备部分呢，又分成2个部分，其中有一个部分是材料的准备部分。我是提前3个月开始准备材料的，因为我的带的动物比较多嘛，4只，所以我会更提前一些。理论上呢，1个半月其实就足够了。当然，我觉得准备是越早越好啊，毕竟接种疫苗的要求是需要在离开的21天前注射完所有的疫苗，狂犬疫苗和其他的疫苗之间呢，通常又需要间隔的时间。因为医生一般不太建议在同一天打不同的疫苗，怕有过敏的反应。第二呢，也是要给自己预留一些缓冲的空间，比如说万一哪里填错了，哪里需要修改，你还来得及调整，要不然慌慌张张的可能就会出错，对吧？需要准备的文件呢，就包括有泰国入关需要的材料和离开中国就是出关需要的材料。小猫咪要过来出镜。需要准备的文件呢，包括泰国入关需要的材料和离开中国就是出关需要的材料。出关的材料呢，就包括动物检疫部门出具的检疫证书、疫苗本和狂犬免疫证明和健康证明。入关的材料呢，就包括携带人的护照原件、宠物的疫苗接种记录本原件、政府签发并盖章的官方健康证明原件，也就是说是中国海关发的动物卫生证书，就是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和刚才出关的那个检疫证书它是一个东西。还有芯片的注射证明，还有提前向泰国申请的泰国进口的许可证。这里面直接划重点啊，除了你自己的护照、海关检疫部门的动物卫生证书、医院盖章的疫苗本以及农业部出具的带二维码的狂犬的免疫证明以外呢，还有芯片的注射证明，以及宠物医院盖章的健康证明和泰国进口许可。这6个文件它是最关键的，一定不能错。它是你能不能带他们顺利出境和入境的核心文件。
刚才说了理论上的文件的部分，那这里面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去宠物医院注射芯片和疫苗。芯片呢，我是在某宝上购买的，然后去宠物医院注射的。你可以找一家卖芯片的，就是在某宝上，告诉客服你是要去哪个国家，然后他们就知道对应应该注射哪种芯片。其实他们都已经非常专业了。我因为是带他们来泰国，所以来泰国要求的是15位数字的 ISO 11784或者85标准的芯片。很多国家其实要求的都是这种芯片，就是大概是长这个样子，但是在某宝上其实就能买到。疫苗呢，除了狂犬疫苗，泰国的要求是狗还需要注射含有犬瘟热、肝炎、细小和钩端螺旋体病的疫苗。猫呢，除了需要注射狂犬之外，还需要注射猫泛白细胞减少症的疫苗。当然我当时注射的是犬的8联苗和猫的3联苗，那官方要求的这些其实就都包括在内了。这里面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芯片你是要在疫苗之前注射的，这样才能将芯片号码和疫苗关联起来，证明是这只动物注射了疫苗。我家4只动物实际上都是在半年前都注射过了就是那个8联苗、3联苗和狂犬，是符合1年内注射疫苗要求的。但是因为没有打过芯片嘛，所以我就只好在植入芯片之后重新注射一次疫苗。如果你在1年之内打过疫苗，就只能用这样的办法。芯片和疫苗注射完之后呢，就可以在宠物医院完成4份材料。第一个是疫苗本，将芯片的条码呢，你要贴在那个疫苗本上，贴在这个位置，因为它有很多张，你也可以在里面再贴一个，填好所有的信息，然后信息呢必须用英文来填写，然后你再让宠物医院来盖章签字。第二呢，就是农业部门出具的狂犬免疫证明。正规的就是这个样子，正规的宠物医院都知道怎么操作，他们可以在农业部的网站上下载打印，但是这上面的宠物信息你要自己再核对一下，因为我当时就是他们输进去就有错的，然后你核对一下再让打印盖章，这样的话比较保险一些。就注意这必须要有个2维码这样的一个证明。第三呢，就是芯片注射证明，我是自己制作打印的。当时因为有一些宠物医院它没有这种模板，所以当时我就是自己准备了，然后让医生签字盖章就可以了，就是一个这样的，大家也可以按照我的这个上面的直接拿过去复制来用。第四呢，就是健康证明，这个证明也是我自己制作的表格，然后我把里面的内容都填好，然后再让医生核对签字和盖章，长这个样子，然后里面的内容我也可以放在屏幕上，大家可以拿去用。后面这2份表格呢，我都是制作的中英文对照的，这样呢，我觉得会比较稳妥啊。有了这些材料，就可以先申请泰国的进口许可了。这个许可证呢，可以提前1到2个月申请，不超过出发前7天，这是官方的一个说明哈。我当时给清迈的动物检疫部门发了一封邮件，我告诉对方我大概就是想在什么时候过去啊，会带4只动物啊。这些信息我都会告诉他，然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入关的时候需要办理什么手续，然后我发的这个邮箱地址呢，他们官方的地址我会打在屏幕上，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去取用其他的泰国的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国家的这个地址呢，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应该都能找到。我当时给他们发过去邮件之后呢，大概1、2天就收到了回复。他们就给我发过来一个清单，就是动物获得入境许可证需要的材料，其中就包括1份申请表格，然后护照的扫描页，然后是宠物照片、航班信息以及疫苗的接种记录。注意，这个接种记录必须是英文，还有芯片注射证明。然后呢，我就把他要求的这些资料分别制作了4个 PDF 格式的文件，就是4个动物1人1份，发给了清迈的这个就是动物检疫部门，大概3天左右就收到了回复。当然，他发给你的这个进口许可呢，并不是正式的进口证。你怎么理解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它不是一个正式的执照，但是你拿着这份进口许可呢，可以在入关的时候办理正式的执照，就会很快。有人说你可以拿着资料去现场直接，就是你带着动物到了机场之后，现场去办理这个正式执照，找到这个检疫部门，不需要线上先办理入境许可。我没有这么试过，但是现在也有人说已经不行了，必须要在线上先办，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总是觉得先办好比较稳妥而且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后面也会提到。做完这些呢，就到了文件的最后一步了，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出发前的7到14天呢，这7天之间要去中国的海关办理官方的动物检疫证明，就是动物的卫生证书，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说是7天，实际上他只有工作日上班嘛，所以时间其实并不是很充裕，特别是一般在出发前几天都是最忙的时候，时间的安排，所以这个时候就显得特别的重要，要自己安排好时间。每个地方都有海关，你可以打电话过去咨询一下具体需要哪个材料，因为可能每个地方可能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吧。我是在北京的通州海关办理的，当时呢我也是咨询了他们，他们让我先把资料上传到他们的一个程序里，然后预约时间然后再带着动物过去现场查验。当然是可以约好时间直接过去，就是你直接到那儿再去填那些他要的那些资料，但是呢你需要用他们大厅的公用电脑先把材料上传申报，他们完成初审才会对动物进行查验但是你知道他们那儿的电脑那速度肯定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像我如果带4个动物还得在那排队，可能用电脑上传资料，想想我觉得还是算了吧，太耽误事了，还是自己在家先传好。但是呢在家上传资料也非常的奇葩，以北京海关为例吧，就是这个地方我不得不吐槽，就是你要先登录他线上申报的一个网站，就是我会打屏幕上，这是他们告诉我的，让我登录这个网站，然后呢你再进入申报的链接，很多，但是你知道在他这个网站上很多入口都是相似的，就这些专业术语真能把人搞懵了，比如说什么出关入关动植物检疫、宠物检疫，什么动物什么什么，就全是差不多的，你知道吗？根本你就搞不清楚都是具体是指什么内容，非常的专业。好不容易呢我找到了正确的入口最无语的是登录这个程序必须用 Windows 电脑才能上传资料，因为它需要下载一个插件。然后呢我家因为全是苹果电脑，当时就为了这个事还折腾了很久，我就只能下载了一个 Windows 的模拟器安在我电脑上，然后才完成了操作我不得不说这一块确实是太落后了。好，然后说回言归正传，线上的初审呢你还需要上传一个申请表，按照他的要求把它填好，然后呢你就把疫苗本、狂犬疫苗证明和健康证明健康证明可以上传在其他的这一栏里其他的都有对应的。这里有个资料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犬证，如果说你是一个人带2只或者2只以上的狗出境，你还需要提交犬证至少北京是这么规定的当然你可以提交犬证，你也可以将携带人更换一下，因为它有个规定是一个人1只狗是不需要上传犬证的，比如说我家就是我跟老公一个人名下1只狗，这样你就不需要上传那个犬证了然后所有的资料上传之后呢，海关一般几个小时就会给你初审的意见，这个倒是挺快的然后呢等通过了之后，最后一步你就是预约时间嘛，然后呢你再按照预约的时间带着他们去海关进行线下的查验，一般呢就是查看一下体温然后去扫一下你的芯片呢，看能不能对应上，然后大概看一下宠物的情况，耳朵呀什么这些，听听心脏有没有明显的传染病、皮肤病之类的，然后再将资料核对一下录入系统，最后2到3个工作日去取正式的健康证书就可以了。好了，做完以上所有的事情呢，现在基本上就集齐了所有需要的文件了。然后呢，国内的准备部分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物品的准备。我准备的东西有航空箱、饮水器和固定的粮食碗，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还有尿垫，这个要多带一些，我后面会讲到，我用了很多这个东西。还有宠物的清洁湿巾，然后还有他们熟悉的毯子，我觉得最好带一个。还有就是便携的猫砂盆和猫砂，这都是我带的。还有一些零食，还有最重要的是防止他们在路上和到家后应激的药品。然后我们拆开来说航空箱这个呢，可以参考航空公司发布的指南，他们的那个官网或者 APP 上都会有，上面它会标得很清楚，需要多少长宽高的尺寸，根据你们自己家的宠物，它可能一般就是根据你长宽高，然后再加一个一定的数量这个尺寸就可以。但是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在某宝上告诉客服你要坐哪个航空公司的飞机，然后动物的品种、体重，他们就会给你精准推荐合适的航空箱，他们已经很专业了然后这里面呢，我有一个经验分享一下，就是其实航空箱不需要买太大。我当时呢，因为担心他们不舒服，所以就买了比当时客服推荐给我的航空公司需要的尺寸还要大一圈的箱子。但是因为这一路上你知道要经历去机场、转机、到达后回家等等问题，箱子太大你就会增加很多的负担。我当时从清迈机场回家租了一辆 MPV，
都差点没有放下这4个箱子和那个他们的4个航空箱和行李。其实他们也不会因为箱子大那么一圈，其实就一丢丢，其实也不多，不会因为箱子大那么一点点就开心更多。我觉得首先要考虑的还是人自己，人如果太疲惫了，也没办法照顾好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考虑的。当然了，我比较多，大家可以参考。然后呢，航空箱我觉得我建议可以提前购买好。我当时就是提前1个月就买好了，然后我就放在家里面，让他们去适应，让他们熟悉这个东西，而不会觉得它很可怕。而且后来他们就有的时候会进去睡觉，我觉得和笼子建立了一定的感情。但是粮食碗我觉得就没什么必要了，一是放粮食它会洒，二是他们在路上其实基本上不会吃东西。我们家这4只基本上连水都没怎么喝。当然了，没喝水，我严重怀疑他们是不会用那种猪的那个饮水器导致的。然后重点我想说说防止他们焦虑和应激的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其实也是我心理压力最大的一部分，我相信也是大家要做这件事情心理压力最大的一部分。毕竟我家3只高龄动物，猫几乎也没出过门，没有什么社会化的训练。而且其中还有1只是17岁的老狗，相当于人100来岁了吧，也就眼睛和耳朵都不太好用了。所以我当时真的很担心这个陌生的环境，还有飞机引擎的那个巨大噪音，毕竟那个货舱它是没有隔音的嘛，我就担心这些东西会让他们恐惧和应激。而且猫又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爱应激的物种，我甚至脑补了很多接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活着吗的那种画面。好几次我都因为这个念头动摇过搬家出国的这种想法，然后我就查各种资料，查了很多老龄犬老龄猫的这个飞行的案例啊，然后也带他们去体检。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继续往前走。当然我能有信心带他们走，这也得益于他们几个的体检结果还都算不错。然后也得益于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些案例，我觉得我在里面获得了很多的力量。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是，医生给我开了一些有帮助的药物，所以这里我也分享给大家这些东西。只要毛孩子体检没有重大的问题，然后你做好充足的准备，不用太担心。毕竟我觉得他们想和你在一起的心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我也分享一下医生给我准备的相关的药品啊。猫呢，是当时医生给我开了一个叫加巴喷丁的口服药。加巴喷丁我觉得药效比较猛。我们是出发去机场的，就是去机场之前吧，就每只猫吃了1粒，然后到了机场，那个猫就不怎么活跃了，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目光就有点呆滞了。我觉得这个药真的是国产的，它很猛。但是医生说这个猫用的目前只有这个，我觉得用个1次2次应该也关系不大。然后呢，就是费利威喷剂，就这个东西，送上传送带之前，在那个笼子里的每个角落都喷几下。然后我转机的时候我又喷了1次，因为它这个官方写的是有效期只有4个小时左右嘛。然后还有一个是费利威的电插，就是那种类似于驱蚊的电蚊香一样的那个，24小时插着就行了。这个是到家之后再用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毕竟去了新的环境，备上这个我觉得是有必要的。缺点就是这个费利威的这个产品价格有点贵。然后狗用的呢是有这个，是当时也是一个跟那个费利威是一个公司的，但是它不叫费利威，它叫安心喷雾，爱达田安心喷雾。狗和猫是不能通用的，它因为释放的物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猫有狗的家庭就是钱包很受伤。然后狗的还有医生给开了一个叫维克安利宁的一个口服药。维克呢，它毕竟是一个世界头部的兽药公司，所以它的药呢还算是比较温和，但是它需要提前2天开始吃，然后到家后再吃1天，所以一共等于是4天的量。然后有个小插曲是，那个医生说你们家那柴犬就别开了，这药也挺贵的。但是我当时还是坚持给他开了，还是不放心。他说因为我跟医生关系很熟了，他说他傻乎乎的不用开。但是后来证明医生是对的，就是我家这个柴犬进那个传送带的时候还疯狂摇尾巴，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心理，感觉很开心。好，言归正传，开了这么多药和喷剂之类的，其实我也不太确定说是哪一个起了作用，但整体来说我们家这4个状态都很平稳，我觉得应该是综合的作用吧。他们没有那种焦虑的吠叫呀，也没有就是出现一些其他的不好的，就是流口水啊或者这种应激的反应。而且到家
之后几个小时就恢复了正常的吃喝拉撒，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让我很宽心的。对于航空公司的选择上，我是属于没有什么选择空间的，因为我有4只动物嘛，那种每个人限带1只的肯定不行。比如说国航，它就是要求每个人只能带1只宠物，进客舱就更不要想了。只有南航呢，每个人可以带7只动物，但是这个我就不理解啊，反正这个每个航空公司的差别也太大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反正我的选择就是南航，南航是我最好的选择。我是提前2个月左右买的机票，是从北京到深圳，然后再从深圳到清迈，是一趟转机的航班。我是先看好了想买的航班号，然后再打电话给南航的客服，确定有没有有氧舱，有的话呢，再确定一下有没有宠物托运的名额，有几个，因为它一趟飞机托运的名额是有限的。都没问题之后，也有比如说还剩下的那个名额是够我们家4个孩子用的话，那没问题之后，我就马上就把机票买了。买完机票呢，我就再马上打电话给客服预定那个宠物托运的服务。这里需要提供那个宠物带航空箱大概的重量，不要超过总的重量，不要超过32公斤就可以。南航的 APP 呢也可以预定宠物托运服务，预定上之后呢会有短信的通知，不放心也可以再打电话确认一下。我因为家里老猫老狗嘛，上了飞机我也是坐立不安，我又跟空姐确认了那个有氧舱放没放氧气呀那种，然后那种心情真的是，我觉得有宠物的都懂吧。因为南航它没有直达那个清迈的飞机嘛，所以我买的是转机的航班。行李呢是可以直达清迈的，但是呢宠物必须在中转站取出来重新办理托运手续。所以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转机的时间尽量留的多一些比较好，因为我就差点没赶上第2趟飞机，整个转机过程完全失控。我当时订的那2趟飞机转机时间是3个多小时，但是呢我觉得肯定够了嘛，但是呢因为前一段航班延误了1个多小时，所以转机时间就变成了2个小时。更惨的是，我当时因为要把他们提出来重新托运嘛，我当时取他们出来的时候，我就闻到了一股恶臭，我就知道没啥好事儿。2只狗里边一直拉了，一直尿了。你这已经取了吗？但是我当时心情是，只要这4个都还在里头，还在冻着，我觉得其他都不重要了。然后当时呢，我们就把那个航空箱的网呀，还有扎带呀，全部都拆了下来。我们也没有剪刀嘛，当时，然后又只好跑去借，这个没有做好准备。然后好不容易借来了，拆下来了，然后我们再找了一个地方把它们放出来，然后把航空箱和身体都清理干净。所以为什么我前面说尿垫要多带，清洁用品这些很重要。我带了，幸亏我当时带了一些那个宠物清洁用的手套，就是有一个手套，你直接把手套在里面，然后就可以给它擦身体，那很方便。我觉得那个东西给我节省了一些时间。然后清理干净之后呢，再重新去转机的打包台打包办托运手续，因为是国际段嘛，还比在北京多了去海关办手续的流程。然后呢，办完海关办完手续呢，我们再送他们进那个传送带，然后我们自己再重新安检登记。这一顿操作根本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而且就2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你还要提前，你不能说卡着点去吧。就是原来我计划的是匆匆忙忙游刃有余，最后变成了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本来应该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一点都不夸张。本来我还打算把猫也放出来小便一下，但我想特别好，所以我带了那个便携的猫砂盆和死沉的一大兜子猫砂，我背了一路啊，结果完全没有时间。如果不是第2程飞机也晚点了，我们就是连滚带爬，我觉得都有点够呛了。这还是在猫全程没拉没尿，没有出现什么不好的前提之下呀，否则我觉得不管是飞机飞走了还是飞机等着我们，这都会是一件非常狼狈的事情。还好我每只动物的资料都提前整理好了，就像这样，每只一份我都放在了不同的文件袋里，然后这样需要什么文件呢，就可以随时拿出来，不会出错。要不然我觉得很乱的话，这里面这个环节会出错的话，也会耽误很多的时间。所以当时我虽然很混乱，但是至少资料上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当然呢，在慌乱当中也是有一些温暖的。
我记得当时不管是北京还是深圳南航地勤的工作人员都很友好，看我们又带孩子又带这么多宠物，也一直在帮忙，而且全程都有人带着我们办理，并且走快速通道什么的，帮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我这里还是觉得挺感谢他们的。这里还有一点可以分享的，就是转机的飞机不是宠物需要重新办那个托运手续吗？北京到深圳它是属于国内段的托运，然后深圳到清迈是国际段的托运吗？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涉及过这个问题哈。我当时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就是有分那个国内段和国际段的托运手续，它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托运须知里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我在出发前呢，我就问那个南航客服，我说我是不是可以只准备一份材料？他们其实也只知道按照须知里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按须知里面内容就是国内需要县级以上检疫部门出具的检疫证明，而国际段呢是需要国家级的检疫部门出具的检疫证明。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只拿一份呢？但是从逻辑上来说，海关的检疫部门行政层级它是高于县级部门的。然后我就因为他们的客服也不是很了解嘛，然后我就跟他们确认过一件事，就是这个证书在办手续的时候他们收不收走？他们说这个是不收走的，只需要那个复印件就可以了。所以我当时就因为层级更高的那个逻辑，我就拿着一份证明去了机场。然后当时我办理的时候呢，那个地勤还给领导打电话说确认我的文件是不是可以，因为我拿的不是县级检疫部门的嘛，在北京的时候，最后得到答复是可以用。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分享就是，如果有转机的朋友，其实你只需要准备海关的那份那个卫生证书就可以了。经过一整天的奔波呢，我们终于在晚上的7点左右到了清迈机场。我们因为排队出关可能比较久，所以他们几个已经提前被那个动物检疫部门的人帮我们取到了那个办公室。我当时看到他们那一刻，我瞬间就松了一口气。很棒的，对不对？弟弟，你好吗？就是今天在这里拉了个屎，就是一块堵了好几个月的大石头落地了。然后我就挨个看，叫他们4个名字，看还在动啊。然后我挨个检查完每一个的状态之后，我就想着，那赶紧带他们回家吧，遭老罪了。结果我在检疫办公室待了2个多小时，愣是没出去。刚才我不是说最好在网上提前申请好入境许可吗？我虽然是办过许可的，但是没想到还是有一个地儿出错了。就是据说他们发过来的那个入境许可经常出错，不是数量搞错了，就是名字搞错了，或者你的国家搞错了。所以收到之后，我建议大家再仔细的、认真的核查一下，如果错了就发邮件让他们重新出这个许可，否则到了入关的时候还会浪费大量的时间，他们需要重新录入。如果你没有提前在线上申请许可，也会经历审核资料、录入资料的一个过程，就会非常非常的耗时。所以我建议大家就这个环节最好是提前弄好它。等于我好像是9、10点才从机场出来，就对于累了一天的人和动物来说都是很煎熬的一件事。但是好在都安全的落地了吧，这也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然后当检疫的入境许可你办好了，正式的入境许可办好之后呢，你就需要在机场出大门的那个位置的海关检验处再交一笔海关的费用就可以入境了。海关你交完费，他会给你一张纸条，上面有那个动物的芯片号码，代表这个动物已经完成了入境的备案。也就是说，如果你以后再次入境泰国，比如你又把猫狗带走了，或者带回国，或者带到其他国家，然后再入境泰国，你就不用再交这笔钱了，这笔钱是不用再交了。最后我简单的把费用也整理了一下，给大家一个参考。在宠物医院的费用呢是芯片，芯片我是某宝购入的，是30元一支，4支是120元左右。注射芯片是20元一支，4支一共80元左右。然后疫苗是一共4只动物，一共是8针，4针狂卷，4针那个就是8联苗和3联苗，大约是在400元左右。然后还有个体检的费用，当然这个是可选的。然后是宠物航空箱的费用，我也是在某宝买的，因为当时家里本来就有一个猫的航空箱，所以我就只买了3个，一共我的花费是720元。然后药物的费用，大概是在600元左右。还有一个中国海关的手续，这个是免费的。然后就是机票的费用，机票的费用我的北京到深圳段的他们4支的费用是2900元，然后从深圳到清迈的国际段的费用他们4支是一共是7700元。
然后还有个打包费，2段的这个打包费大约是在100元左右。泰国费用的部分呢，一共分成2块，一块是海关的检疫费用，是1000泰铢一只，一共是4000泰铢。然后还有农业局的入境许可的费用是510泰铢一只，一共是4只是2040泰铢。全部算下来呢，4只动物大概花费在14000人民币左右，平均下来1只动物大概是3500块。其中主要的费用呢，就是机票。我自己在办这些手续之前呢，其实也咨询过宠物托运的一些中介，报价都在1万左右一只，最便宜的也得小1万，大几千吧。我没有找中介的原因呢，很简单，因为他们要么就是提供虚假的信息，就比如说你不用真的去打疫苗啊，他会给你准备好那些材料，疫苗的材料；要么就是呢，你自己带着宠物，该打什么打什么，但是材料呢，他们来准备，包括订机票啊、机场的文件啊，他们都可以帮你准备好。但是呢，第一，我不接受虚假的资料，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完全没有必要吧。第二呢，真实的资料呢，那就意味着我其实并不能省下什么时间，因为疫苗、芯片等核心的信息，你还是要自己整理给他吧。第三就是我发现他们最核心的价值就是统筹和比我们更熟悉流程嘛，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干这个事儿。而我自己呢，本身是擅长统筹这件事儿的，而且我的性格，他们准备的资料我肯定还要自己检查，而且我非常担心，就是如果哪个地方出错了，他们入不了境，所以我肯定是要检查的。那这笔钱我当然就要省了。金牛座也非常讲究性价比嘛 ，DIY 立省3万块，所以我就实现了。现在我们已经落地清迈几个月了，有时候看到他们在院子里晒太阳、抓小虫，或者安静地躺在我身边，再回头去梳理当初带他们来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记录和治愈。有时候搬家其实不只是人的迁徙，还有那些一直陪着你生活的小生命。他们不会理解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城市，也不会知道飞机飞了多远，他们只知道笼子打开的时候你在。所以对我来说，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一段旅程真正重要的不是我去了哪里，我住了什么样的房子，而是我们一直在一起。希望我今天的视频可以对你和你的毛孩子有帮助。我们下期见。